耗时365天。毛桑打造了一个洞穴生态系统，这里面住着一些奇怪的生物，没有眼睛的鱼，外表像苔藓的青蛙。观察这个生态系统从建立到生物多样性的变化，最后发展成一个繁荣的地下生态系统。如果不是看着没钱的份上，毛桑肯定会一顿买。还好有些东西改造也可以用。在垃圾箱旁边找到一个没人要的鱼缸，有一个角落漏水，不过玻璃还可以回收再利用。破损的顶部用亚克力板代替，看起来很像一个洞穴，那就打造一个洞穴。素材用黑色火山石，一根河边采集来的树根，把它缩小到合适的尺寸，这样可以在洞穴里有一条动线。在确定好构图后，在缝隙中喷洒发泡胶，在角落处隐藏了一根塑料圆管，方便后期连接水泵。切掉发泡胶那些光滑的外表面，可以看到内部充满了气血形成的孔洞，这看起来和火山岩的表面很类似。把加液棒和水泵放置在左下角，这里提前留好了空间，用亚克力板和过滤棉把它们隐藏起来。底部铺上花园土，可以让微生物繁衍生息，上面掩盖一层厚厚的沙，这也是有益菌生长的基础。加满水后，生态系统的建设来到了下一环节，添加基础的植物，爪哇苔藓，把它放在水流经过的地方，这样对减少水声也有帮助。在安静的环境下，人们会更容易观察来自地表之下的细微声音。水里也种上各种水草，水变得非常浑浊。毛桑很喜欢这种感觉，这说明水里有了大量的有益细菌。第一天加入20只小虾，对这个系统来说没有问题。这些小虾本来是樱桃红色，非常漂亮，在繁殖了几代后渐渐褪去了颜色，更有了原生的感觉。它们开始四处走动，在沙子和石头上寻找食物，同时预先设计好的缝隙和洞穴也给了它们躲避的空间。洞穴间互相连通，它们可以随意进行虾体移动。随着植物的生长，小虾们也开始慢慢变多，这里面可能有200甚至100只虾米，里面形成了一个甲壳动物社会。还有这些小虫子也属于甲壳纲，这是一种介形虫。在新系统建立初期，它们大量的繁殖，因为这时候有很多藻类和枯死的植物是它们喜欢吃的食物。有时候小虾们忍受不了香味，会露出水面来吃东西。水族箱里的所有植物和动物似乎都生长得很好，苔藓沿着水爬了上来，石头上还长出了类似地一样的东西。为了进一步让生物多元化，毛桑在野外的森林里找到一些苔藓和落叶，把它们用自来水洗干净，添加在洞穴内部。树木的枯叶可能是大多数淡水生态系统的基础，因此虾会来品尝它们也就不奇怪了。同样为很多生物提供了充足的藏身之处，许多苦力泥鳅像一串面条一样落入草丛中，它们比虾善于交际，个性也很强。等它们安定下来后，开始用嘴触摸整个世界，或者开始挖沙子，用鳃过滤沙子，在沙子里寻找食物。系统里没有足够的食物，那就得添加一些冰冻红虫了。原住民小虾们也都停止了工作，跑来分享美味的食物。苦力泥鳅都是晚上活动，白天基本看不到它们，一旦灯光熄灭，它们就无处不在。毛桑发现一个生物在角落蠕动，看起来很像大蚊的幼虫，可能是野生苔藓里带来的。他开始在沙子上建房子，不过被一只泥鳅打断了施法。几周后，菌类开始在墙壁上滋生，但是它们也让食物链更加丰富，所以毛桑添加了喜欢潮湿的水富，还有这些小跳虫，可以防止霉菌的生长。生物越多，就需要更多的个人空间。大锤巴石把火山石敲碎，给水下添加更多的掩体。这些洞穴鱼都是瞎子，长期生活在黑暗的洞穴中，进化让它们失去了眼睛。它们的感知器官在身体的两侧，通过水压变化来感知物体。如果说虾是社恐生物，苦力泥鳅个性强，那么这些洞穴鱼可能就是社交恐怖生物了。反正也看不到别的生物，只要自己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闻到食物就会疯狂出击，让小虾们也避而远之，不然这些虾鱼疯起来，连虾都吃。当然被没有眼睛的鱼抓住，那得有多瞎。大部分小虾只是吃瓜群众，虾妈妈和他们的宝宝户外散步，看上去很高兴。
平静的水面被一只刚刚学会游泳的小蟋蟀打破。刚步入社会的他，差点被这只青蛙吓尿。生态系统里引入的这些青蛙是越南苔藓蛙，它们生活在水下的洞穴里，会假装苔藓坐一整天，任何靠近它们嘴边的东西都会被伏击。然而和人类在厕所看手机一样，蹲的时间久了，它也麻，脚丫子都抽筋了。寻找食物也会进退两难，蟋蟀自己也搞不清楚，除了识别那些伪装成苔藓的青蛙，即使是溺水了也会成为鱼虾的食物。它们是真的狗，这个狗是物理上的。这些苔藓蛙半夜发出奇怪的叫声，像狗一样。3个月后，毛商帮生态系统换一次水，瀑布上长满了厚厚的苔藓，苔藓净化了水质，给水下的生物提供了合适的环境。这个小小的生态系统展现了植物和动物的多样性，让自然变得丰富多彩。好了，本期洞穴生态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